大白话中文。Simply Natural Chinese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月，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大白话中文。大家好，我是Leo小月。你今天看起来特别开心。哈哈，被你看出来了，因为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。特别的日子？今天是几月几号？今天是6月1号。6月1号。这一天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当然有啦，今天是儿童节。儿童节就是小朋友的节日，对吗？对呀，我们中国人也叫它6·1。为什么叫6·1呢？因为是6月1号，所以大家简单的叫它6·1。原来如此。可是小月，你已经是大人了，为什么这么开心？哈哈，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话题：成年人过儿童节。成年人过儿童节，这个我真的不太懂。别急，我们慢慢聊。我先问你，你小时候过儿童节吗？我是在英国长大的，我们好像没有儿童节。真的吗？英国没有儿童节？对，至少我小时候没听说过。我们有圣诞节，有生日，但是没有专门给小朋友的节日。那有一点可惜，在中国，6·1是小朋友最喜欢的节日之一。那一天小朋友会做什么呢？很多学校会放假，小朋友表演节目，老师和爸爸妈妈还会送他们礼物。听起来很热闹。那大人呢？大人也放假吗？大人一般不放假，但是这几年很多年轻人也开始过儿童节了。这就是我不懂的地方。大人为什么要过小朋友的节日？因为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也想再做一回小孩子。再做一回小孩子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现在网上很流行一句话，叫“我也是宝宝”。宝宝，不是说很小的小孩子吗？没错，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开玩笑说，我虽然长大了，但我还是个宝宝。这个说法很可爱，所以他们是在开玩笑。一半是开玩笑，一半是真心话。真心话？他们真的觉得自己还是小孩子吗？他们想说的是，长大太累了，想找一天让自己轻松一下。我有点明白了，工作压力大，所以想回到没有压力的时候。完全正确。小时候不用上班，不用想那么多事，每天都很开心。在6·1这天，他们具体会做什么呢？比如朋友之间会互相说6·1快乐。大人对大人说6·1快乐。对呀，听起来很好笑，但是大家都很开心。还有别的吗？有的人还会发自己小时候的照片，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哦，这个有意思。在英国，我们也喜欢发小时候的照片。你看，其实全世界的人都喜欢回忆童年。说得对。对了，公司里也会过儿童节吗？有的公司会给员工发一点糖果或者小玩具。给大人发糖果，太可爱了。所以你看，6·1已经不只是小朋友的节日了。我懂了，这其实是一种心态，对吗？对，你用对了一个词，心态。这跟我们中文里一个词很像，叫童心未泯。童心未泯这4个字我不认识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别担心，我来解释。童心就是小孩子的心，
未泯就是还没有消失。所以童心未泯就是长大了，但是心里还像个小孩子。对，你学得真快，这个词常常用来夸一个人很可爱、很简单。原来如此，我觉得我自己也有一点童心未泯。我早就看出来了。还有啊，很多年轻人在6·1这天会给自己买礼物，给自己买礼物，为什么不等别人送呢？因为长大以后没有人送你儿童节礼物了呀。这倒是真的。那你今天给自己买礼物了吗？买了，我给自己买了一个小熊玩具，一个小熊玩具，多大的？不大，大概这么大。我把它放在我的甜品店里。所以客人来买蛋糕的时候，还能看到一只小熊。对啊，很多客人都说它很可爱。现在的年轻人还喜欢买什么礼物呢？很多人喜欢买盲盒，盲盒，这个词我没听过。盲盒就是一个盒子，你买的时候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那不是有点奇怪吗？但这就是好玩的地方，打开的那一刻最开心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就像拆礼物一样，对吗？对，就是这种惊喜的感觉。那里面一般是什么东西呢？大部分是小玩具、小公仔，都很可爱。听起来很有意思，我也想试一试。哈，你看，你的童心又出来了。六，那你想给自己买什么？让我想想，我可能会买一些零食，零食？什么样的零食？小时候喜欢吃的那种，比如巧克力、糖果。你也是个长不大的小孩。没办法，吃到那些零食，我就会想起小时候。这种感觉真好。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词叫怀念。怀念，是想念过去的意思吗？对，就是想念以前的人、以前的事。那我可以说，我怀念我的童年吗？完全可以，这句话说得很地道。小月，除了买礼物，成年人还会做什么来过儿童节？有的人会去游乐园玩。游乐园就是有很多游戏的那种地方吗？对，有过山车、旋转木马，很多大人也喜欢去。我也喜欢旋转木马，虽然我已经长大了。你看，这就是童心。还有的人会重新看小时候的动画片。重新看小时候的动画片，这个我也做过。真的吗？你重新看了什么？我看了一部我小时候很喜欢的英国动画片，那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很奇妙。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7、8岁的时候。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我们把它叫做重温。重温是在做一次以前做过的事吗？对，比如重温一部电影，重温一首老歌。我又学到了一个新词，谢谢小月。不客气。其实重温童年不一定要花很多钱，那不花钱可以怎么做呢？比如听一首小时候的老歌，或者翻一翻以前的照片。这个办法真好，简单又开心。对啊，说到动画片，我现在偶尔也会重新看一看。你小时候看的是什么动画片？我们看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，还有《熊出没》。这些名字听起来很有意思。每天放学回家，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看动画片。我也一样，看完动画片才去写作业。对，这大概是所有小朋友都一样的事。
那你最喜欢的一部动画片是哪一部？当然是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，我看了很多很多遍。小月，那你小时候喜欢吃什么零食？哎呀，太多了！我最喜欢的是干脆面，干脆面是一种面吗？是一种零食，不用煮，打开就可以直接吃，很脆。听起来很好吃。而且每一包里面还有一张小卡片，我们小朋友都喜欢收集那些卡片。哦，我懂了。在英国，我们买零食有时候也送小玩具。对对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收集卡片是我童年最大的快乐之一。那除了吃零食，你小时候还喜欢玩什么？我很喜欢和朋友在外面玩，常常玩到天黑才回家。你们一般玩什么游戏呢？跳皮筋、捉迷藏，还有很多。捉迷藏是什么游戏？就是一个人来找，其他人躲起来，被找到的人就输了。这个游戏我们英国也有，叫 Hide and Seek。嗨，全世界的小朋友都喜欢这个游戏。对呀，说到童年，我还想起一个老朋友，谁呀？我的狗 MX，它是一只拉布拉多。哦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他。对，它陪了我很多年，是我童年最好的朋友。那你一定有很多和他在一起的美好回忆。是的，一想起它，我又开心又有一点难过。我明白，这也是一种怀念。是啊，所以聊童年的时候，我的心情很复杂。这很正常。美好的回忆里，常常也有一点点难过。小月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怀念小时候？我觉得，因为小时候很简单，也很快乐。简单和快乐，你可以多说一点吗？小时候我们不用工作，不用想钱的事，每天就是玩和学习。对，长大以后要做的事越来越多，压力也越来越大。没错，所以大家有时候会想，要是能回到小时候就好了。可是我们已经回不去了，对吗？回不去了，但是我觉得过儿童节就是一个好机会，什么机会？让我们暂时忘记压力，开开心心的过一天，做回那个小孩子。我明白了，所以成年人过儿童节，不是真的想变小，而是想轻松一下。完全正确，而且保持一点童心，其实是一件好事。可是长大也有好的地方吧？当然有，你说说看，长大有什么好处？长大以后，我可以自己决定很多事，还可以自己买喜欢的东西。对啊，这就是长大的好处，更自由，也更有能力。所以，最好的办法是做一个长大的小孩子。说得太好了，一边好好生活，一边保持童心。为什么保持童心这么重要呢？因为有童心的人，更容易发现生活里的小快乐。这句话说的真好，我要把它记下来。你看，你现在就很有童心。谢谢小月，那今天我也要祝你儿童节快乐。哈哈，谢谢你，也祝你6·1快乐，大宝宝。大宝宝，这个称呼我喜欢。那我们今天简单总结一下吧。好的，今天我们聊了成年人过儿童节，我们也学了几个有用的词，比如童心未泯，还有怀念、想念过去的人和事。对，还有重温，再做一次以前做过的事。
别忘了还有宝宝这个好玩的说法。你都记住了，太棒了！我今天真的学到了很多，也想起了很多童年的事。其实长大并不可怕，重要的是别忘了心里那个开心的小孩子。说得太好了。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小时候最喜欢的零食或者动画片是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我们很想听听你们的童年回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记得点赞和关注我们。也别忘了给自己一点时间，做回那个开心的小孩子。最后，祝大家6·1儿童节快乐，永远童心未泯。我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